的仙术。极境，那漩涡中封印的究竟是谁？竟能掌控如此极境？寻找藏品格要紧。师兄，我需要一些时间。非我四族中人，擅闯禁地者，死！仙逆153集，封印破碎亡灵遭到极境攻击，被亡灵直接吞了。藏品阁大门开启，无数至宝现世。在亡灵和李渊发现一处秘境后，各路修士虎视眈眈。李渊深知自身修为不足，无法正面抗衡外界一众阴虚，问鼎修士，便果断退后抬手掐诀。布下的阵法看似平淡，却暗藏玄妙，足以拖延所有外敌，为亡灵守住后路，争取安稳的探查时间。洞外对峙的修士之中，一名中年阴虚修士自持修为高深，全然不将亡灵放在眼中。他无视亡灵提前划定的1000丈禁地，步步向前逼近。亡灵只是看了他一眼，中年修士瞬间心神震颤，周身元力不受控制疯狂躁动。他从未遭遇如此恐怖的道威震慑，心神濒临崩溃，气血逆行之下，一口鲜血猛然喷出。亡灵神色漠然，没有多余动作，平静抬步向前，每一步落下都如同惊雷，在中年修士元神深处炸响，心脏瞬间崩碎，体内元力暴虐反噬，顺着经脉倒卷，硬生生撕裂元神，当场陨落。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彻底震慑了全场修士。一旁观战的唐延峰，身为罗天难遇顶尖天骄，此刻面色凝重，心生忌惮。他自问亦可轻松斩杀这名中年修士，但绝不可能做到如此举重若轻，仅凭道运威压隔空震敌，瓦解元神。这一刻，他彻底认清了亡灵的恐怖。亡灵目光流转，落在第2名踏入禁地的新晋阴虚青年身上。这名修士修为尚浅，目睹同伴诡异陨落，瞬间心神崩溃，面无血色。他没有丝毫侥幸与逞强，果断退出1000丈范围，自断一指立誓，永世不再踏入亡灵禁地半步，以此保全性命。亡灵无意赶尽杀绝，收回目光，转身踏入李渊镇守的暗洞。身后，唐延峰压下所有战意与不甘，沉声询问亡灵名讳。平淡的2字许木，从此刻起，深深烙印在所有在场修士心中，成为雷之仙界新晋强者的代名词。唐延峰与身旁女子瞬间联想到罗天星域影视顶级势力东陵星许家。东陵星许家传承万古，底蕴深厚，常年不出现世，却拥有碾压星域的顶级战力。2人瞬间了然，难怪亡灵年纪轻轻便拥有如此恐怖的道境造诣与杀伐之力，绝非寻常散修可比。忌惮之心彻底扎根，唐延峰当即下令放弃追究族人陨落之仇，严禁麾下所有人招惹许木，果断带队离去。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，所谓家族颜面天骄傲气皆不值一提。一众修士见顶尖天骄尽数退走，无人再敢觊觎暗洞机缘，即便亡灵已然入洞，禁地无人镇守，也依旧无人胆敢踏足半步。许木之名一战封神，悄然在雷之仙界的修士圈层中传开，成为无数人心中敬畏的禁忌之名。暗洞之外的风波彻底平息，洞内的隐秘才刚刚浮现。李渊此前探查，早已发现洞内遗留3件诡异宝物，更察觉到整条通道暗藏上古禁制纹路。2人顺着漆黑通道不断深入，这条通道蜿蜒向下，无边无际，历经半个时辰，疾驰依旧不见尽头，绝非寻常秘境通道。随着不断深入，亡灵眉心浮现诡异胀痛，仿佛有无形手指按压眉心，禁锢神念。这种不适感愈发强烈，唯独亡灵一人感知。李渊毫无异样，亡灵瞬间警觉，让李渊散去眉心心境。在心境消散的刹那，李渊瞬间面色惨白，双目充血，剧烈的心神刺痛席卷全身，唯有立刻重启心境，方能勉强平复。这一刻，2人才确定这条通道暗藏无解的上古诡异之力，专门侵蚀修士元神与道心。亡灵凭借极致的神识感知，勾勒出通道暗藏的残缺上古符文。李渊深耕禁制之道多年，博览古籍，却也只能辨认出4种相似符文，无法确定具体禁制功效。亡灵没有止步，顺着符文断头接续勾勒，完整的禁制纹路彻底现世。李渊见状心神俱震，终于看破真相，整条通道本身就是一枚巨型上古符文，整片秘境皆是人为打造的禁制大阵。结合通道走势与符文排布，李渊最终推演出惊天真相，这是一套9星万古疗伤大阵。此地并非单一秘境，雷之仙界散落着9处同款符文通道，9大阵法联动，构成覆盖整片残仙域的顶级上古大阵。核心用途唯有一个：疗伤。万古大阵隐秘至极，手笔滔天，绝非寻常仙人能够布置。2人瞬间洞悉核心谜底，大阵中心阵眼必定镇压着一尊存活万古、常年借助阵法温养疗伤的恐怖存在，其身份必然是上古真仙层级。通道尽头，五彩漩涡缓缓旋转，仙光四溢，看似祥和，实则被人从内部彻底封印，隔绝内外。李渊身为顶尖禁制大师，自信可强行破除封印，探寻阵眼秘辛。此刻的他，心神被大阵机缘蛊惑，心生贪念，认定阵眼内的上古存在必然重伤虚弱，若能擒获，便可逼问上古仙术，一步登天。亡灵心思缜密，心性沉稳，历经无数生死劫难，早已看透机缘背后的杀机。他察觉到漩涡深处暗藏的致命危机，果断出手，打断李渊的禁制，渡入元力，唤醒沉迷的李渊，强行拽着他后退撤离。就在2人后退3丈的瞬
瞬间，原本平稳旋转的五彩漩涡骤然静止，阴森诡异的气息弥漫整条通道。漩涡中心缓缓浮现一颗血色独眼，冰冷漠然，充满嗜血杀机。一道直接响彻亡灵元神的诡异声音悄然响起：“极尽诱惑，想学什么仙术？”这尊未知存在看破一切，知晓亡灵渴求上古仙术，抛出诱饵，许诺只要李渊破除仙境，便赠予亡灵正统仙术。面对唾手可得的上古仙源，亡灵心境丝毫未乱。他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当年杀戮仙诀的隐患让他早已铭记，强行获取他人赠予的术法，必然暗藏致命枷锁与未知因果。真正的大道，唯有自己探寻，自己参悟，方才安稳无虞。亡灵蓦然反问对方身份，却只得到对方重复的威逼利诱。他不再迟疑，带着李渊转身疾驰撤离，彻底放弃这场逆天机缘。见亡灵不为所动，执意离去，漩涡中的血色独眼流露阴冷恨意，轻声低语：“我不喜欢谨慎的人。”话音落下，一抹极致凝练的血色红芒破空追击，速度远超亡灵，瞬息贯穿整条通道。亡灵骤然感知到灵魂深处的熟悉威压，瞳孔骤缩，失声低喝：“这是极境！极境是仙逆世界中最顶级的本源神通，超脱元力，超脱术法，杀伐无解，镇压万道。当年亡灵自身便是极境持有者，深知这道力量的恐怖，他瞬间融入天地，全速遁逃，却依旧被红芒瞬间追上，侵入元神之内。极致的极境杀机在亡灵元神中肆虐，稍有不慎便会元神崩碎，生死道消。万幸亡灵元神融合太古雷龙本源，且亲身掌控过极境，对这股力量有着刻入骨髓的抗性。他立刻调动全身天地元力，层层包裹极境红芒，以雄厚本源不断消融，压制这股致命力量。换作任何一名阳世修士，此刻早已陨落，唯有亡灵凭借得天独厚的底蕴，硬生生扛下了这无解的极境偷袭。亡灵带着李渊冲出暗洞，瞬移万里之外，落地后气血翻涌，面色惨白，强行压下伤势，立刻祭出沙土大印，唤出兽骨护身，盘膝打坐，稳固元神，消融极境之力。李渊神色凝重，全力祭出九柄仙剑护法，心中震撼不已，全然不知方才亡灵抵挡的是足以秒杀一切同辈的极境本源。亡灵打坐调息之时，一名心存侥幸的问鼎修士悄悄潜入暗洞，妄图捡拾二人遗留的机缘。此人贪心作祟，一路深入通道尽头，被漩涡内的诡异意志蛊惑，彻底迷失心神，最终引动元神自爆，血肉元神尽数被五彩漩涡吞噬吸收。修士的自爆与献祭，成为压垮上古封印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原本稳固的漩涡封印裂痕遍布，彻底崩塌，残存的阵法纹路尽数收缩，被漩涡吞纳。万古九星疗伤大阵自此彻底破损，禁锢被层层松动。那阴森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带着极致的狂喜：九大封印已破其五，如今可顺势松动剩余四道封印，引诱更多修士入局，彻底挣脱万古禁锢。话音落下，雷之仙界4座偏远碎片大陆同步爆发浓郁仙力波动，异象惊天，吸引全域修士奔赴寻宝。看似天降机缘，实则是被困万古的极境存在精心布下的屠猎大局，以仙源为诱饵，以修士血肉元神为养料，彻底破除封印，恢复战力。万里之外，亡灵调息完毕，成功稳住元神。他做出了一个极其逆天的决断，没有彻底清除体内极境红芒，反而刻意留存一丝极境本源。他深知极境之力无解霸道，虽会持续消耗自身元力压制，却能在生死绝境中成为逆转战局、保命破局的终极底牌。这份取舍与魄力远超寻常修士，尽显亡灵的逆天道心。二人感知到远处秘境震动，知晓此地危机已深，不再停留，果断离去。亡灵摒弃四处探寻秘境的低效方式，决定直奔姚家老者记忆中的藏品阁。此地留存上古正统仙术，是雷之仙界遗留的顶级传承之地，也是当下亡灵突破短板、参悟仙术的最佳去处。李渊深知事态诡异，危机四伏，果断许诺全力相助，帮其破解藏品阁上古禁制。二人横跨虚无，一路疾驰，越靠近雷之仙界中心，遇见的修士便越多。无数问鼎阴虚修士从各方碎片大陆奔赴而来，神色亢奋，奔赴四方仙力异动之地，全然不知自己已然沦为上古凶物破印的养料。整片雷之仙界已然步入浩劫前夜，众生皆入局，唯有亡灵李渊窥见危机，清醒脱身。途中，一众气势滔天的剑光疾驰而过，为首之人正是南域三杰之一雷仙殿天交战空烈。一众修士见状纷纷避让，无人敢挡其锋芒。战空烈行至中途，骤然调转方向，孤身奔赴亡灵身前，放下所有天骄傲气，躬身抱拳，恭敬行礼，尊称亡灵为前辈。这一幕震惊全场，颠覆认知。战空烈身为同辈顶尖阳世强者，雷仙殿使者，素来孤傲无双，从不服人，此刻却对看似同辈的亡灵俯首恭敬，让全场修士骇然不已。唯有战空烈自己心知，当年雷池一战，亡灵展露的心境、格局与实力，早已让他彻底折服。如今亡灵登临阳时，依旧深藏不露，更让他心生敬畏。战空烈告知亡灵四方碎片仙力异动之事，坦言自身把握不足，恳请
亡灵一同前往夺宝，还道出与申公虎的碰面之约。亡灵心系藏品阁机缘与仙术传承，婉言推辞，只因允若有闲暇，便会前往。战空烈满心振奋，躬身退去，在他心中，只要亡灵入局，此次仙缘争夺便再无悬念。李渊目睹全程，内心无比震撼，彻底知晓了亡灵的底蕴与不凡，从此更加敬畏信任。二人不再停留，耗时数月，终于抵达雷之仙界中心虚无之地。此地空旷死寂，无半分人影，却是4大上古家族联手封印的藏品阁禁地所在。李渊凝神推演，瞬间感知到暗藏的细微仙境波纹，这种境制介于凡道与仙道之间，玄妙异常。他即刻盘膝打坐，施展心境秘术，不断打出禁制烙印，尝试解锁封印。随着一道道禁制落下，被隐匿的碎片大陆虚影不断闪现，明暗交替。大陆中心那座形似4根尖角，宛若牛角冲天的藏品阁楼渐渐清晰浮现。阁楼4角4道身影盘膝端坐，纹丝不动，正是镇守藏品阁的4大阳石修士。4人常年驻守禁地，守护家族上古传承，修为深厚，默契十足。李渊推演良久，得出结论：彻底破除封印需数月之久，但可借助禁制间隙临时打通不稳定通道，助亡灵一瞬入内，成功率80%。